德贤紧致的双关和隐喻有哪些？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读。我们常说一语双关，所以双关是台词上的技巧，也是这部电影十分出彩的地方。电影二刷后，我总结了影片中的双关，一共有23处。太爷说国破山河在，低头思故乡。莫德贤说你说错了。太爷说错了错了，早就错了。这里太爷念的诗是杜甫、李白的2首诗拼凑的。国破山河在，下一句是城春草木深，低头思故乡，前一句是举头望明月。太爷故意这么念，是想说在这战乱之际，他太思念故乡了。这么念是错了，但他强调错了早就错了，也是在指这场战争的错误。山名朝天吼，镇名歌止镇，这个朝天吼和歌止镇都是有双关的。朝天吼其实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兽，是龙生9子之一，又名望天吼或吼。它常被塑造为华表柱顶端的瑞兽，有上传天意、下达民情的象征意义。它还被记载为观音菩萨的坐骑。除此之外，朝天吼也容易让人联想到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曲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遭遇灾祸，面对残暴的侵略者，老百姓最常做的也就是朝天呐喊啊，老天爷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朝天吼是有多重意义的。歌止镇就不用说了，它被塑造成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空间，在这里休战止戈，没有战争侵扰。但事实上，战争之下没有一片净土。日本兵误把歌止镇当成武镇，这个武也有武力战斗的意思。歌止镇和武镇通过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的融合，彰显了编剧的巧思。莫德贤、莫等闲这2个名字同样是双关。莫德贤拖家带口躲进山里，过了2年世外桃源的生活，这正是德贤。但这种闲事无法长久，也救不了家人，所以莫德贤。下一代叫莫等闲，分明是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虚度光阴，千万不可放松警惕，敌人还没死透，他们还想着死灰复燃呢，可不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当然其他名字比如最早死掉的梅德福，这些就不多说了。彭昱畅带着溃兵准备去歌止镇的时候说了一句，好地方就有人抢，给你个茅坑你都守不住。日军侵华这个念头不是1天2天了，中华大地有多么地大物博，这不用说，自然是好地方，而越好的地方敌人就越惦记。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来，正面战场的国军节节败退，一批又一批城市落入敌手。在当时看来，国军就没有守住过1寸土地，一直在撤退。影片中涉及到的丢上海、弃南京，然后是武汉、宜昌，包括当兵的在内，始终在溃逃，战斗意志极其脆弱，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所以给你个茅坑你都守不住，这句话骂的其实面挺广，但骂的在理。后来在歌止镇的村口，彭昱畅带着新兵训练，这时候莫德贤放了一首歌，歌词一开始就是假惺惺如何如何，听着好像是一首情歌，但实际上是在讽刺这队兵。廖凡演的那个卖货郎从他们跟前走过，也说了一句装一本正经。这些老百姓看得很清楚，这队兵就是畏战不敢去打仗，所以才藏在这个没人知道的小地方。那他们装模作样的练兵行为也就更被人看不起了。莫德贤说你只晓得他们死了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，这更令人伤心。这句话是在与观众进行对话。整个抗日战争，中国死了3000多万人，我们都知道死了很多人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，都知道曾经有先烈浴血奋战，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牺牲是被埋没的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甚至不记得有过那场战役，这对死去的人来说是最痛心的。这部电影的教育意义在于，它没有像过去那些作品一样去喊口号，去刻意鼓动和煽情，而是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对话警醒着今天的世人。尹正演的那个日本兵，他出场时秀中国话，说了一句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这句话后来又出现了一次，不过后面加上了一句过江的时候我一直在确认方向，一直在确认方向。前半句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出自易经，它隐藏着古人对宇宙起源、自然法则的智慧思考。日本人虽然能学会中文，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只是皮毛，否则他们断不会胆敢侵犯中华。所以有了后一句，这个过江指的就是跨上中国大陆进行侵略。可惜他们想错了，他们以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他们以为自己朝着吞并中国的方向扩张，能开创新的时代。可这个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他们再三确认，还是犯下了这不可饶恕的错误。引中后面这句台词暴露的是侵略者意识到自己终将失败，内心那种疑惑。而这个疑惑，如果他们到今天还不明白，那只能由我们亲手告诉他们了。懂得要命，要命就是比狠还要狠。这个要命后面还出现了很多次，但从一开始要命2个字就暗示了日本兵接下来要做的事，那就是屠杀。莫德贤对妻子说过一句，你们就是大事。
妻子说：“我们都不是士。”在战争中，谁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人，这是人性和本能。但战争是无情的，当它真正到来，每一个小家都无法自保。如果眼里只有家，一味躲避，那最终还是一死。只有大家都拿起武器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把家置之度外，才能真正守卫千千万万个家。这一点，妻子看得清楚，活得透彻。梅德福说：“可能他们抢点东西就走了。”莫德贤说：“南京过来的人还心存侥幸，该死。”莫德贤是个碎嘴子，话又多又密，但句句在理。所以你看，他在整个军民中都好像很有威望。这不仅仅因为他有技术，会修东西，还因为他会说。对日本侵略者心存侥幸的人，确实基本都死了。而且这怪谁啊？怪他们自己不长记性啊！该死啊！放在今天，这句话仍然适用。言外之意就是说给今天的人听的。莫德贤给梅德福解释什么叫相濡以沫。听完了以后，梅德福说：“我觉得我好像那条鱼啊。”果不其然，在莫德贤身陷险境时，梅德福没有躲藏，他勇敢地冲出去，想要去搬救兵，却被子弹打中。被水冲走时，他还抱着一个鼓，不停地想要敲鼓警告他的战友。他临死的时候说：“我只是死了，你只是没死，都谈不上活着。”这句话虽然不像是从这个人物口中能说出来的，但他很有力量。他比谁都了解自己那帮人是多么怕日本人，就想着苟且偷生。就这么活着有何意义？和死了没什么区别，那不是真正的活着。活着就得干该干的事，就得承担自己的责任。这同样也是说给我们听的。日本兵对莫德贤说：“又没要你下跪，只需要你弯腰。”所谓顺民，就是觉得反正不用下跪，我弯弯腰就能活下去，这多聪明啊！可是弯腰的人不仅没了骨气，没了希望，就连自己什么时候活，什么时候死，都是敌人决定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非但不能跪，弯腰也不可能。要是对日本人弯腰，那换来的只有子弹。莫德贤冲向旗杆时说：“感恩的人也会记仇。”那个时候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。要说感恩，先要感恩的是祖国，是生养自己的父母，而不是暂且留你一命的侵略者。对于侵略者，不可能存在感恩，只有仇恨。我们不可能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忘记最该感恩的人，忘记那些为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牺牲的英雄。太爷追着日本兵砍的时候说：“今天礼要讲，人要杀，讲完礼再杀。”莫德贤一家包括太爷都是碎嘴子，砍人的时候还不忘说话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也凸显出一种鹰派的观点。跟日本侵略者讲理是不够的，他们不是说过顺民我不相信，恐惧我相信，你们脸上有恐惧很好。那行，对付你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恐惧。讲理是肯定要讲的，但该杀的人也必须杀，这才是对待冥顽不灵的军国主义最好的办法。打死第一批鬼子，众人以为日军不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分散兵力。有人说了一句：“飞机大炮从来不会光顾搁置镇。”紧接着就看到大批日军朝这边涌来。这句话原本是没错的，既然是搁置，那就不会有战争。可它实际上是反向的双关，反讽这种幻想的愚昧。后面那句希望他们只是路过，同样是反讽。太爷冲出去砍日本人时，听见猪在哼哼，说了一句：“10点大体，打日本子是头等大事。”然后去喂猪时又说：“哪怕是猪也不该饿着。”太爷真是个神人，他说这番话，你觉得是说给谁听的呢？其实我们对待猪的态度一直就是这样，哪怕他们不识大体，哪怕他们帮不上什么忙，也不会放弃不管。但有些猪的确很烦人，不光饿了会哼哼，吃饱了还会喷粪。这你上哪说理去？跟他们说理，他们也听不懂，只能先当猪喂着。蓝小龙是真坏，骂的一点都不脏。他们用炮把冒进的一队日本兵轰得血肉模糊，大家上去舔装备时都快吐了。肖长官来了一句：“这就是胜利的味道。”一点都没错，让敌人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把他们碎尸万段，这看似血腥，可这不就是胜利的味道吗？莫德贤一群人被困在废墟里，大家都想着该怎么死。他自言自语：“你最大的错就是跟家人在一起，这是死有余辜的错。”这个时候他想明白了，他跟妻子说的那句“你们就是大事”是错的，妻子说的“我们都不是事”才是对的。如果他早点拿起武器去反抗去拼命，而不是留在家人身边躲躲藏藏，那就不至于让全家死得这么窝囊。所以这是死有余辜的错，这是放弃抵抗的老百姓临死前的决心。敌人的坦克被多次击中，一个敌人说装甲没被击穿，车长说这是钢铁与钢铁的对决。炮对坦克的确是钢铁与钢铁的对决，这样才公平，这样才有的打。单靠人拎着刀上去砍，拿着枪去打坦克，或者扛着炸药包用人命去换，那是不对的。只有更强大的钢铁洪流才能对抗强大的敌人。看到这句话时，应该会秒懂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科技，
为什么要建航母？为什么要打击范围覆盖全球？像一个人一样慷慨赴死，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。这句话太经典了。在战争中敢于慷慨赴死，那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一群人都不怕死，那才有了前赴后继，才会有胜利。这类台词放在某些电影中，可能给人感觉是喊口号，是说教，但是在这部电影里，就让人觉得无比贴切。我们做的事没人晓得，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。后面还补了一句，我说的是中国子孙，不是我的老婆孩子。这句话是否让你感到羞愧？至少我听了心里羞愧难当。我们过得太好了，我们活得太久了，可我们还记得还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？我们知道，可我们知道的仍然太少了，我们的记忆仍然太浅了。你说主旋律要不要拍？抗战题材要不要写？历史上那些英雄的故事要不要传颂的更广一些？专挑好看的好玩的去看，点着外卖喝着奶茶，与世长存呐。最后一句，嫌什么都不应该嫌臭，因为历史本就是人们拿血和着写在泥巴里的。我就不解读了，懂的都懂。内容太多，隐喻的部分我们放到下集。